这里是向导外。相比于吟游英雄们的传奇，我其实更偏爱讲述小人物的故事。作为中末地第一期介绍 NPC 的视频，请原谅我太过冗长的开场白。英雄们有着自己的使命和枷锁，而平凡的 NPC 才是世界的底色。我宁可为小说、电影、游戏中虚构角色的人物弧光而悲伤和感动，也不想在现实中反复见证甚至歌颂苦难。愿人人都学习保尔柯察金，愿人人都不会变成保尔柯察金。好了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本期的主角是联盟工团的工人马克与队长肖娜。我叫卡甲，请救救我妹妹，求你们了！猎地者抓走了好多人，大家都躲了起来。但我妹妹病得很重，工团给的药都用完了，我只好跑出来，想着去那边，朝那边的工厂找找。卡甲，她就是你的妹妹吧？她得了什么病？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矿石病，现在手上的药也用完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感觉怎么样？哪里疼吗？姐姐，他这几天说身上的石头在痛，肚子也在痛，吃东西的时候痛得更厉害。昨晚阿吉发了高烧，身边有电火花噼里啪啦直冒，我吓坏了。很典型的矿石病症状，体表有结晶，内脏受到压迫，不受控的失速行为。还来得及，他有多长时间没有用药了？快2周了。我们原本都会去工团那里领一些药，后来猎地者开始袭击我们，剩下的人逃到了这里，药都用光了。阿吉的病情也急转直下。救人要紧，我这还有几份矿石病抑制剂，应该能让病症缓解一些。太感谢你们了，太感谢你们了！我就怕阿吉有个3长2短，鸠摩地是我们兄妹俩的大恩人。不用谢。虽然矿石病不能完全治愈，但只要定期使用抑制剂，大部分症状都可以控制。怎么样，感觉好些了吗？好像没有那么疼了，谢谢姐姐。多谢谢你哥哥吧，是他为了你不顾危险跑出去找药的。好好休息，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还需要休养一阵子。好，我也感觉有点困。佩丽卡姐姐要走了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们。阿吉，不是让你躺着休息吗？抑制剂见效很快，太好了。阿吉，病情好转是好事，但是每天还是要多休息，不要勉强自己。佩丽卡姐姐，这是我的画，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顺利。画得真好看，阿吉，谢谢你。卡甲，这阵子你要多照顾下妹妹，尤其是留心她的身体状况。我把药剂和说明书都留下了，你要是看不懂，可以请索斯先生讲给你听。哥哥，你们找到马克叔叔了吗？还没找到。阿吉，我们一定会再想办法的。马克是帮助我们逃到这里的几位工团朋友之一，阿吉是被他一路抱来的，应该很担心他吧？那马克他去哪儿了？人没事吧？
我不知道。马克把我们安顿进来，就和其他人一起又出去了，再没来过洞里。继续在这里担心也没什么意义。我们可以去猎地者的地盘找人。希望不要真的在那里找到。我们尽快出发吧。救救我！拜托，救命啊！那是工团的功夫。动手，解决下面的敌人。你们是周末地的人吗？天哪，我还以为死定了。我一直能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。你为什么会被他们关在这里？我是工团的施工队长香娜。4号谷地被袭击后，许多工友失散了。我打听到猎地者在抓人，就想着这里会不会也有。除了我们刚才干掉的人，还有其他看守吗？本来不止这些人，但他们似乎是收到了什么命令，有一半人进到了要塞里。我看到了你们，这才敢试着呼救。说起来，你有看到马克吗？他应该和几个工人一起在疏散难民。马克，我刚刚看着他跟猎地者一起去了要塞，真是个懦夫。难道他投降了？马克，你叫香娜，对吗？要塞那边就交给我们了，你先回基地待命，那边已经安全了。我先去找找附近还有没有其他幸存者，然后尝试返回基地。希望你们一路顺利。我们走吧，去要塞，不能再拖了。在打败罗丹之后，会在电梯旁边发现一具工人的尸体，工人遍体鳞伤，依然不再呼吸。最后时刻，他的手中仍紧紧握着一支旷世兵一支箭。靠近的部队有多少？都在哪儿？说了就放你走。你要救人还是不救？你走近点。对了，说吧。这本来就是工团的药，去死吧，强盗！在建立难民营地之后，还有2个角色可以触发关于马克的对话。这次，除了主角团与玩家之外，除了索斯、小女孩阿锦，以及为了追查真相不惜一切代价的肖奈，再也无人记得那个英勇的懦夫马克。索斯先生，如今4号谷地形势复杂，我们必须谨慎鉴别所有人的身份。以现在的条件，这需要一些时间。如果罗曼先生能为你的身份担保，就可以优先把你和伤情最重的几人送回基地。也许……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这里好不容易开始有转机，我肯定不能一走了之。就算物资运输还很困难，有罗曼帮忙，我们总能应付。这里会继续寻找失散难民，帮大家一起渡过难关。周末地也会加快推进这里的建设，我们一定能在这里建立一个让人安心的家。马克留下的接力棒一定会被传下去，我会努力的。正因善良，所以会妥协，也会英勇；正因最初的盲目，才会懊悔反思而变得决绝。马克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，但肖娜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秦主管，工程车辆已经部署完成了，周边的清理工作也已经告一段落，现场的工人们都做好了准备，只剩下一些调试工作了。
是管理员和佩丽卡监督。多谢你们之前救了我。各位进攻谷地要塞后，我们找回了许多失散的工人，也救出了一些还被关着的幸存者。我们能顺利脱困，多亏了周末地派来的援助。自从那个罗丹被击败，绿地者似乎放缓了脚步。至少，我们能期待局面继续改善了。当然，发电站易守难攻，只要那不出事。安格鲁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周末地的各位，太好了，这么快就来帮忙，辛苦你们了。是啊，总算把你们等来了。这位好好先生离了你们就不会做事了，只会念叨什么流程、证据。内部调查不是儿戏，克劳老师让我们联系周末地，就是为了让调查更加严谨。你是知道的。稍等一下，你们是在为什么事情争执？就是眼下要做的事。虽然官方说法是调查近期的失职行为，但越来越多的工人已经猜到我们真正想查什么了。当然会猜到了。年谷氏族能进犯功能高地，总不会是因为运气好吧？肯定是这边有人接应。直觉上这么想无可厚非，可我得看证据，不然这次调查根本无法收场。调查？得了吧，你是在等罪犯主动招供吗？原来是在抓内鬼啊！所以你们已经有目标了？我做了一些初级工作，已经锁定了2个嫌疑人。那你为什么迟迟不行动？他们现在还在4号谷地里乱逛。克劳老师反复叮嘱要慎重行事，而且他特别交代，必须要做到能服众才行。所以，各位，这场调查需要你们的协助。我们得快一些了，不能让叛徒总是抢先我们一步。周末地的各位，4号谷地的安危托付给你们了，我先说一句谢谢。2个人看起来嫌疑都不小，我们该怎么开始呢？尤利亚的岗位十分敏感，格奥尔基的嫌疑比较大。尤利亚没有反抗，但我们先继续调查剩下的嫌疑人吧。那个叫格奥尔基的嫌疑人是在原石发电站附近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我平时就在这里调货，每天从这里进进出出的货物有10几、几十车，储藏点只有我一个人有权限，太忙了，所以有时候会忙中出错。东西都在这儿了，我去看看记录，你们先忙。菲奥娜，你能帮我们申请附近监控的查看权限吗？
然让我们抓着尾巴了。这个阿尔乔姆的行动也很可疑，我们应该提醒安格鲁，同样留意他。这里有一些罐头，产地是特里格拉夫，是工团丢失的物资。啊？阿尔乔姆去哪里了？不是说好送完货一起去喝一杯的吗？他今天心神不宁的，你叫了他，他也未必会去。别管他了，咱们先出发。我们要找他，不容易。最近他干完活就消失，一天到晚不跟人打交道。但他的卡车昨晚驶出了停车场，还是在宵禁时段哦。怎么可能？运输任务都安排在白天，晚上我会把车辆的权限关闭。锁车流程还是阿尔乔姆教你的，对吧？锁车权限他也有，他可是这里资历最老的工人，你忘了？你们在调查什么？他不会和那件事有关吧？是的，前段时间通知说要查失职行为的时候，他让我留点心。哎呀，阿尔乔姆是这里的老前辈，我真不相信。我们运输队平时吃住都在一起，感情很好。但最近，阿尔乔姆确实有点躲着人。你是阿尔乔姆？是我。我是周末地的监督佩丽卡，这位是……我知道，是管理员吧？10年前，你上一次来4号谷地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。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这里就是你躲藏的地方。躲藏？勉强算吧。我在人多的地方待不住，就找了个清静的角落。清静的角落？这里刚刚才冒出一群猎地者。他们突然出现在这里，我也措手不及。那么，阿尔乔姆先生，你的那辆卡车为什么会在非工作时段出现在4号谷地边缘？监控拍得很清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只有画面，还有路径。你绕过调度路线，直接去了猎地者出没的区域。你们怀疑我跟猎地者勾结？我承认，我违反了规章，但我没有背叛工团。那天夜里，我只是出去处理些个人的事。你们不是说要查吗？查了半天还是一具证据不足。猎地者赶来，我们就打回去。要真是工团出了叛徒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大家听我说，克劳老师委托周末地来进行这次调查，就是为了能够还原真相。在管理员的帮助下，我们确实控制了3名嫌疑人，也掌握了部分证据。
但现阶段还不能草率定罪。联盟工团的制度从不是儿戏。他们联系外人倒卖物资，他们已经背叛了联盟工团。我明白，我们都希望从严惩罚叛徒，可如果草率定罪，也无法告慰逝去的工友。收起那些大道理吧，我的队员们还没安息呢。袭击那天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想着逃走。你还记得马克吗？他3个月前才刚订婚，他未婚妻现在还在特里格拉夫，天天在等消息，可我却……尤里、伊万、安娜，我带过的每一个人，我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。对呀，不能放叛徒他们！就是你们！肖娜，冷静些。管理员，我必须替他们报仇，我发过誓的。你相信我，可我已经不知道能相信谁了。如果是你说，我信。真相与复仇，我想要的只有这些。通信支持部门正在加班加点解密通信内容，但似乎很不顺利。好，去那里看看。格奥尔基，你说过干完那一单就收手。我只是最近手头有点紧。你撒谎的时候，声音总会发颤。哼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你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对吧？格奥尔基的货，之前都是卖给你吗？账单你们不是拿走了吗？我的收货记录都在上面。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告诉我你知道的，不然我的冲就不客气了。等等，冷静点。你们想知道谁在跟猎地者来往，对吧？你们的运输队里有个叫阿尔乔姆的，他的亲兄弟几年前投靠了年谷氏族。什么？小娜，冷静，我们需要证据。阿尔乔姆和他弟弟碰头的照片就在这里。阿尔乔姆是4号谷地资格最老的运输司机，车队的活地图。为了和他做生意，我查了很长时间，最后拍到了他和猎地者的谈话。有个猎地者管他叫哥哥，不用怀疑照片的真实性。我本打算拿这张照片敦促他合作，假的可不管用。够了，这就去找他算账。至于你，你捡了一条命，你的命运将由安全局决定。小娜，你闭嘴！你自己看，这照片上是不是你兄弟？你又跟他说了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没想到，你的亲弟弟居然是个猎地者。我们有人证和物证，别装傻了。没错，弗洛里安是我弟弟。我们失散多年，我从没想过最后会以这种方式见到他。我承认，我私下见过他，他变了，嗜血偏激，嘴里只剩那个什么头领。我劝他离开猎地者，我甚至说我可以帮他回到工团，但他根本不听。所以你承认了，你见过他，
你和他接触过，是你出卖了情报。不，我没有泄密。够了，我已经看够了。你是最后的嫌疑人，如果不是你，还有谁能出卖共团的情报？快拦住他！等等，动手吧。弗洛里安的尸体就在那个中转站下面，就是你们找到我的地方。他已经死了。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弗洛里安要敲碎我的膝盖，把我交给头领。他告诉我，他的同伴质疑他对氏族的忠诚，怀疑他要跟着我逃回公团，所以他必须向头领证明自己。我们狠狠打了一架。我记得我夺过了他的刀。我只是想让他毁了。管理员，你来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真相从来都不肯轻易现身。我今天请管理员来，其实没别的事，就是想亲口说一声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冷静和信任，我可能已经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。可我还记得谷地通道那一次，你在危急时刻出现，那时候我以为没人会记得我们这些人，只是马克他们就没那么幸运。有时候我一闭眼就能看见他们的脸，他们一点都没变，还是像往常一样笑着喊我队长。明明他们就在眼前，但只要我一抬手想拉住他们，其实还有一件事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安全局最近在招人，我已经递了申请，不管要花多少年，都要找到那个叛徒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我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工人。如果有那一天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管理员，保重。